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杭州毛戈平学校松仁老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在化妆当中如何去挑选化妆工具、化妆刷以及我们的海绵等等，包括我们平时在使用的过程中如何去维护这些工具，如何去清洗，甚至在内容里面呢，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我平时在化妆当中使用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小玩意儿。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完备我们的工具吧。好的，接下来呢，咱们先从化妆包当中个头比较大的化妆刷先说起。首先，化妆刷呢主要分两大类质地，一种是动物毛质地，一种是纤维的质地。当然，动物毛质地和纤维质地呢有着一个很明显的本质区别。纤维毛质地的这个特点呢是这样的。首先，价格比较实惠，也是它的本身的一个特点。还有就是它抓粉力比较强，毛质呢相对来说比较柔软。但是由于它不像动物毛的表面存在毛鳞片，导致它对于上色的延展性偏弱。也就是说，它在使用的过程中蘸一笔颜色，有可能画的笔数相对来说较少啊。这个是纤维毛的。那动物毛质地的呢，相对来说弹性适中，而且呢，它对于本身存在的这个质地上面是有存在一定的毛鳞片啊，自然的一个组织，在取粉的时候抓粉，同时续粉能力比较强，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重复很多笔，都能保持上色，拥有更好的晕染效果。所以说，各位同学在挑选的时候，根据自己所要的这个特点和化妆的习惯来选择自己的工具。尤其是大的化妆刷，但大的化妆刷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主要作为大面积的晕染和上色使用。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有像这样的一个尺寸的，这样的一个体积是作为腮红刷使用；大一些的毛质松散的，这个呢我们是作为散粉刷使用，可以定妆，可以扫去面部多余的浮粉。像这种纤维质地的，毛质比较紧密，刷毛相对来说比较短的，我们是作为粉底膏或者是粉底液上湿润的底妆使用的这一类，大家能看得清楚。往往我们选择上粉底膏或者是粉底液的时候呢，会选择纤维质地的刷子。纤维质地刷子呢，相对来说不容易受到底妆产品的泡发或者是长久以后会受到损坏，所以说纤维质地呢，相对来说更容易保存。该如何挑选呢？接下来老师跟大家仔细讲一讲。首先，在选择动物毛质地的刷子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它的这个毛质要紧密，也就是说，这把刷子的含毛量一定要够足，它才具备更好的延展性和涂抹性。也就是说，我们在涂抹的时候不容易结块，更容易晕染开。在选择刷子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手轻轻地捏住刷毛的根部的位置，去试探的捏一下，弹性越高或者说质地越紧密的刷毛含量就比较高，相对来说这把刷子呢就可选。但是你在捏的时候，刷毛要是松散的话，就证明每一根刷毛的弯曲度过大，导致根部不紧实，这样的刷子呢长久用下来容易产生掉毛的现象。所以说选刷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去捏一捏这个根部，要相对来说紧实感比较好的情况下，它才不容易掉毛。这个是动物毛的。在选择的时候，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刷毛质地的紧实问题，还有就是毛锋的位置一定要够均匀，整个刷子的通体一定要圆润，没有缺损，刷毛毛锋质地细腻，没有明显的断层，这样才是一把比较好的刷子。在用手去拨动它的时候，弹性均匀，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典型现象。所以说各位同学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中间最好在观看的时候要注意，里面不能有掺杂着别的质地的毛发，这样的一把刷子呢是比较好的一种表现。那纤维毛的我们该怎么用，怎么去挑选呢？在这里给大家展示看到的这把纤维毛的，应该大家看了会比较眼熟，价格呢也比较低廉，但是它在使用的时候，相对于说动物毛的选择呢，
它可用的范围就相对来说较小，因为它的抓粉力和延展性相对来说较弱。一般情况下，我只用作不是很明显上色的位置，比如说两颊的暗影需要很薄的情况下，我会用它略微的修饰一点。除此之外，没有做其他的一个方面的用途。那在选择的时候，只要求一点，就是它的整体轮廓均匀，外轮廓看上去均匀，没有特别明显的缺失的位置就可以了。大刷子呢，我们就介绍完了。那其实化妆包当中数量最为庞大的，应该是画眼影类的这种中号和小号的刷子。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一介绍。眼影刷呢，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上色刷，一类是晕染刷。那这里可以看到，这两支呢属于晕染刷。晕染刷呢，外形特点是毛质松散呈开散的一个状态，更方便我们作为晕染使用。另外呢，眼影刷当中的这个上色刷呈扁舌状，毛质紧实，并且有一定厚度，这个更方便我们对于眼影重复的多次上色以及晕染使用。另外这两支呢，一支是动物毛的，一支是纤维的。这两支呢，同样属于晕染刷，只是它的晕染面积呢相对来说更大，常用作鼻影和细节腮红，或者是大面积的这个晕染使用。当然，纤维毛质地的和动物毛质地的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纤维毛质地的呢，相对来说晕染力度更弱；动物毛质地的晕染时长更长，并且更为细腻一些。那刷子该如何挑选呢？首先，这个晕染刷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如下几点。首先，第一个还是标准啊，外形轮廓一定要均匀，没有明显的短毛空缺，毛质要顺滑，呈同一个方向，没有杂乱的现象。还有就是内在的毛质没有特别的粗细变化，质地要均匀。另外，在手背上试一试，没有明显扎皮肤的感觉，那晕染刷才是一把比较好用的。这两个尺寸呢，通常我用大号的这个作为眼影的打底色和边缘的地方处理。就比如说鼻侧影啊，常用作这支刷子，因为它的这个弧度比较特殊，在使用的过程中更好的能够在鼻侧的地方形成一个转弯的弧度，而且能够达到一个晕染的状态。这边这支体积小一些的呢，我主要会用作眼尾的位置处理，尤其是重点的这个结构色，比如说眼尾眼线转弯处的填补和下眼睑眼尾的地方的补色，我会用这支刷子来对于这些细节进行一定的弥补。好的，除了刚刚讲到的眼影刷以外，那我们还有一些零零碎碎、体积各型各样的刷子，接下来介绍给大家。那下面那些呢，就是属于我们的细节刷。接下来呢，这个是上色刷，也是我们化妆包当中数量最为庞大的一支刷子了。它的体积有大有小，当然主要造型特点呢都是这种扁舌型的。那这种形状的刷子，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主要是作为眼影上色使用，无论珠光还是哑光，我们都主要靠此类的刷子进行上色。当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该如何挑选也是有一定技巧的。首先，我们来观看它的一个外形轮廓，要呈现一个完整的、对称的、干净的轮廓状态，没有特别明显的毛锋外露，没有特别明显的杂乱现象，毛质顺滑，并且有一定的弹性，几乎不会有太明显的松散状态。因为眼影刷运用的时长频率比较高，需要我们重复叠加，所以说这个刷毛当中不能够有其他的杂色毛质掺进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需要把刷毛这样打开，观察一下里面会不会有别的不同质地的毛发掺杂在里面。由于它是有一定厚度的，所以说这一把刷子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作为眼部的打底和大面积饱和度上色特别实用。也就是说，眼影刷的薄厚度
决定了它续粉的量有多少。越厚的刷子存粉的量越多，也就是我们重复叠加的次数越多。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在选购刷子的时候一定要去区分，不仅是它的外观要轮廓饱满干净，而且还有它的这个毛的密实程度，也是我们需要去观察的。因为这个毛量越多，这个刷子越厚，越厚的话可以使用的这个时间就越久。好的，刚刚呢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眼影刷的这个挑选，那接下来呢在化妆包当中还有一些另外的刷子，就是很多细节不一样的小刷子。这些小刷子分别做什么用呢？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我化妆包当中常用的几把刷子。像这样的体积的这种个头的呢，我一般都是作为细节的这个结构刷，比如说画卧蚕的结构，画眼线的晕染，以及画眼头部位的细节位置处理呢，同样它也是属于眼影刷的一个种类，只是它的体积更小，更方便我们去雕琢一些细节。另外这几种呢，这一支相信大家应该更熟悉一些，这个斜头的这一支呢是眉刷。眉刷呢，我们平时在使用的时候，主要作为眉毛部位的这个眉粉的晕染和打底上色，不适合做其他位置使用，因为它的毛质比较硬，更适合我们在眉毛根部皮肤上的一个均匀上色。这一支呢是唇刷，这个唇刷呢我用的年头比较久了，所以说看它的这个外形呢已经不是很工整了，但是呢它这个跟我陪伴了这么多年下来呢，还是比较有感情的。所以说各位同学在用唇刷的时候呢，因人而异，因自己个人喜好来去选择自己更喜欢更顺手的一支唇刷。所以说唇刷不仅有方头的，有斜头的，有圆头的，有蛇形的，有柳叶形的等等，所谓不同的唇刷都会带来不同的手感，更主要的是你喜欢哪一支呢？这一支呢是属于一支辅助的一支工具刷，那我们叫它螺旋刷，主要是拿来梳理眉毛或者是处理打结的睫毛。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工具刷的这个种类，希望各位同学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每一个部分都有了解。当然工具刷呢主要是两大类啊，这个各位同学要谨记，是动物毛质地的和这个纤维毛质地的。当然动物毛质地的呢又会根据你的工具刷的不同功能不同，它会有不同毛质的，比如说貂毛的、马毛的以及灰鼠毛的和山羊毛的等等。通常山羊毛质地的呢，我们一般会作为散粉刷、腮红刷或者是暗影刷使用，适合大面积铺色和晕染啊，质地呢相对来说柔软，更适合一种薄薄的晕染状态。还有就是貂毛的呢，一般作为眼影刷的主要材料使用，质地弹性更好，上色晕染呢，延展性和重复叠加上色的这个次数呢都会更多一些，相对来说能够将眼影上到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状态。除此之外就是马毛的呢也是很常见的眼影刷的一种质地，但是马毛的呢，由于它自身相对来说弹性没有貂毛的弹性更强，它更适合一些辅助的一些操作，比如说眼影边缘的晕染，或者是小细节的位置填补上色等等。刚刚讲到的呢，不同刷子的质地，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刷子的时候，根据自己实际需要以及需要达到的效果，来选择更适合自己使用的一支工具刷，以便事半功倍。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刷子的这个清洗方法。清洗方法呢有好几种，有干洗，有湿洗，有无水干洗，有无水湿洗。具体哪个好用呢？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我比较常用的几种清洗化妆刷的方法。当然，化妆刷的质地不同，清洗方法也不一样，并且在清洗以后，它有着不同的维护方式。接下来一一给大家作为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我们要用到的是有如下几样东西：餐巾纸、洗脸巾、洗碗海绵，以及不是很贵的散粉，还有毛戈平的无水洗刷液。
那我们在选择清洗之前，首先最常用的呢，应该是这种干洗的方式。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干洗呢，通常我们先要准备好一个散粉，当然痱子粉也是可以的，或者是淀粉也行。那所以说在选择的时候，首先要确定好我要用的这个粉，洗刷子用的粉，然后是洗碗海绵和餐巾纸和洗脸巾。像这种干洗的这种方式呢，我一般会用作大刷子的清洗，或者是毛质松散的刷子的清洗。好，首先来给大家洗一个腮红刷，大家看一下，我们要首先第一步用刷子蘸取散粉，蘸取好散粉以后，我们把它放到洗脸巾上，并且反复揉搓。注意，在揉搓的时候，只是纵向的，或者是顺着划 Z 字形。好，在这样揉搓结束以后，注意刷子上呢会沾满很多散粉。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一个毛孔粗大的洗碗海绵，以这种划圈的形式去将刷子上多余的浮粉刮掉。所以说在清洗的时候注意，由于它是动物毛质地的，不建议大家用很大的力这样在同一个位置来回这样搓，这样的话容易断毛。好，所以说在洗的时候各位同学要当心。好了，这样呢，我们这支腮红刷就清洗干净了，啊，表面不会有多余的这个粉质残留，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支刷子，证明它是脏的、有颜色的啊，能看出来。接下来呢，我来清洗一下这一支刷子。先蘸取散粉，让散粉尽可能多的包裹着刷毛的表面。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呢，再洗这一支刷子。好的，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无水湿洗的办法。什么叫无水湿洗呢？因为我们用的专用洗刷液，它是一个无水的液体，里面包含呢是有一定溶剂成分的，所以说在使用的过程中，切忌接触丙烯或者是塑料一类的制品。在洗之前呢，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刷子到底有多脏。一般我们用无水的这种湿洗的办法，常用作眼影刷，或者是唇刷，或者是遮瑕刷等这些不容易被清洗干净的，或者说不容易被干洗方法去清洗干净的刷子。我们需要彻底的清洁，所以说我们这里就会用到专用的洗刷液。这个是需要化妆师们常备的一个产品了。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清洗。使用的时候注意不需要将这个洗刷液倒满整个
洗刷子的这个杯子，我们倒1/3就可以洗很多只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洗刷液呢，也是具备了一定的杀菌的功能，因为它是有溶剂，具有一定挥发性，所以说一定要记着，洗的时候远离火源。好，洗之前呢，我们倒好了洗刷液放在这里，旁边放好餐巾纸，先从最浅颜色的刷子开始先洗。洗之前，一只手拿着杯子，一只手拿着刷子，然后先把刷子打湿，然后并且在里面轻轻的按压，你可以看到颜色逐渐被洗下来了。就这样，在洗刷液的这个杯子里面重复的去按压，好，多按压几次以后，在杯子的杯口的地方刮一刮。等刮到流下来的液体，往里面流的液体没有颜色的时候，就证明它已经洗干净了。好，注意看到，这时候刷子就已经洗干净了，但是呢，没有结束，我们需要利用餐巾纸把它包好、塑好形，这样可以让这只刷子能够达到刚买来一样的一个样子。好了，拿出一张餐巾纸，撕下来一片，不需要太多，我们把刷子卷起来。卷好了以后，把刷子往下抽一抽，注意手捏住刷毛的地方，在末端我们把餐巾纸叠一下，这样包好以后放到化妆包里，静置半个小时以后，你就可以得到一支崭新的化妆刷。接下来我洗的这支呢是纯刷，不需要在里面按压，我们只需要在杯口的地方转转圈就好了。然后杯口的地方刮一刮，在餐巾纸上擦一下。洗好了之后呢，表面擦一擦，抚抚平。像纯刷和遮瑕刷呢，它们相对来说毛质更为坚硬，弹性更好一些。刷毛数量呢，当然也不会很多。所以说我们正常呢，洗好了之后是不需要去包它的。